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15颗不吉志向。从相学角度来说，人身上的志大都是有一定寓意的，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人的运势。至于是吉是凶，则要看志的吉凶及其所处的位置。一般来说，志生于人体的隐处，如身体上看不见的地方多吉，生于显处，如脸部、手部等看得见的地方则多凶。而且痣也分为吉痣和恶痣，颜色亮黑或朱红，略微突出，其上升毫者为吉痣；颜色灰褐、暗淡无光、平而不突，其上无毫则为恶痣。今天小酱只给酱友们介绍15颗不吉的志向，希望你们没有。1. 下巴中间凹槽长痣。若是一个人在下巴的凹槽位置长有恶痣，则属于害病痣。一般有这样志向的人，身体的健康状况不是特别好，平时的精力不足，需要不断的为金钱发愁，自己连稳定的事业也没有，收入也不稳定，甚至自己辛苦大辈子，连一点点的积蓄都没有，一生获得贫贱。2. 发际处长痣。生活中一般痣长在脸上的比较常见，但如果一个人的痣长在发际线边缘，并且位于靠近日月角的地方，这个并不是什么好痣。有这种志向的人大多命途不顺，并且这种人在中年时期容易遭受灾祸，特别是出行方面，可能是天灾或者人祸，即使躲过去，以后的运势也不会太顺利，并且这种坏的运势还会波及自己的家人，钱财不顺，事业难成，并且还有破财的危险。3. 小腿长痣。在面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小腿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常年需要在外奔波，与家人也是聚少离多，尤其是与自己的缘分非常的浅，晚年的日子过得比较艰辛，身边也没有人伺候，日子过得凄凉清贫，享受不到亲情的快乐，一辈子都是劳碌命。4. 人中长痣。人中位于鼻梁下巴的凹槽处，也会接连嘴唇，在面相中被称为寿堂，掌管一个人的生殖能力和子女运势，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体现其婚姻情感的运势。若一个女人在人中上长一颗痣，不仅影响外表的美观，并且还代表她们的生殖能力和子女运势比较弱，容易不孕不育，或是有了子女后与其关系不怎么好，子女不贤孝，这样的女人到晚年依然会孤苦无依，生活贫困潦倒。5. 胳膊上长痣。胳膊上长痣是很少见的，但如果此处长痣，则说明其人一生操劳忙碌，很少有能享福的时候，并且这里的痣颜色越深，说明其人的劳累程度越大，在事业工作上很可能会努力工作而得不到足够的回报，一生碌碌无为，事倍功半。6. 臀部长痣。有些人的臀部会长胎记或者长痣，而相学中认为臀部上长痣的人命犯桃花，这种女人相貌比较出色，深受异性的青睐，但是比较遭受同性的排斥，身边的知己好友不多，大多是对自己有意图的男性。女人长这种痣很可能成为第三者，插足别人的家庭，最后结果自然不可能会好。7. 泪堂长痣。泪堂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子女运势与情感运势等，而一般在泪堂的位置长有吉痣，则这样的女人天生苦命，生活运势比较差，天生就是劳碌命，自己个人的福气浅薄，也没有啥大的赚钱本事，日子多半都会比较辛苦，而这样的人生下的孩子体质也会比较差，注定日子过得比较辛苦，一辈子都不得闲，儿孙也没啥大出息。8. 额头有痣。在相学中，一个人的额头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说明这样的人个人的智力发育比较一般，出生命苦，看钱看得比较重，目光短浅，只在乎眼前的一丁点利益，所以这样的人注定都发达不了，一辈子都会过得艰辛，没有啥好的发展，而且天生就是劳碌命，若是想要获得成功，必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。9. 鼻梁长痣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势等，若是在鼻梁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天生的运势比较差，命中无财，只能依靠出苦力赚钱，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很难保证，而且也会对自己的婚姻运势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，最终一辈子的福气浅薄，日子也会越来越辛苦，难以过上富足的生活。10. 背部长痣。
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背部长有恶痣，被称为穷酸痣。而且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身上长有这样的恶痣，代表这样的人天生命比较苦，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劳碌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成功。而且这样的人没有啥好的才能，注定只能够过苦日子，没有啥好福气，甚至还会连累孩子，辈辈受穷。11. 田宅宫长痣。田宅宫即上眼皮的位置，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房产运与财运等。若是在田宅宫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房产运势不是特别强，甚至连自己的稳定居住住所都没有。而且这样的人多半都赚不了啥大钱，辛苦奔波一辈子都属于劳碌命。这样的人最好别在投资理财方面做文章，否则必定会赔得底掉。12. 鼻翼长痣。鼻翼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库，若是在鼻翼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被称之为破财痣，就像是在口袋上拥有一个大口子一样。这样的人多半都存不住啥大钱，容易毁坏自己的婚姻，对自己的事业运势也是非常的不利，一辈子都没有大的本事，个人的生活压力比较大，生活中也难有大福。12. 耳根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在耳根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被称之为害病之痣。一般拥有这样恶痣的人，多半自己的身体健康运势不是特别好，身体上也常常是大病小病不断，也别指望有啥大的发展。生活中也常常会陷入到困境当中，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富裕，此处长恶痣，就算是去掉也没啥效果。14. 嘴角长痣。一个人的嘴角位置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小人痣。拥有这样志向的人，总是喜欢在别人的背后使坏，嚼舌根说别人的坏话，所以这样的人个人的运势都不是特别的强，也得罪了不少的人，后福不强，为人自私自利，也看不得别人好，属于为钱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主。15. 脚背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背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劳碌痣。通常拥有这样恶痣的人，日子过得比较辛苦，常常是奔波中度过，就没有清闲的时候，一辈子都在为赚钱而奔波。但是这样的人自身的财运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很少有清闲的时候，生活的压力也会比较大。大家可以对比小酱汁上面讲的痣的位置看一看，自己有没有这些位置的痣，如果有，可以及早点掉止损。当然，点痣只是外功夫，修心也要跟上，才能内外兼修。福痣，年龄越大越有福。如果说什么样的人算是有福气的人，晚年有福气绝对是有福报的一种体现。有些人年轻的时候享受了荣华富贵，但是晚年凄凉，无人照料，或者身体不佳，甚至长期卧床等，这些都是很受罪的。毕竟人老了，很多事情身不由己，也没有精力再折腾了。而在相学中，如果身体有这些痣的人，往往在晚年都有非常好的生活。那么是哪些痣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下巴长痣。下巴在面相学中也称为地格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子孙运、福禄运和晚年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饱满圆润或者方阔有肉的话，这种人晚福较重，晚年的生活比较幸福。若是这种下巴再长有一颗亮黑小圆的极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踏实认真，头脑也非常的聪明，很有创业和经商方面的天赋，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能力非常强，能够攒下很多的不动产，晚年有福又有钱。2. 额头中央上方长痣。额头的正中部位在相学中称为天中，也称为官禄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状况、祖业根基和一生的福禄状况。若是天庭部位长得饱满光洁，且正中央的少上方长有极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目光长远，属于心智都非常成熟的一类人，考虑问题比较全面，也善于处理与长辈或上司的关系。祖业殷实，既能得到家中的帮助，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开疆拓土，事业财运都比较出色，一生享不尽的福禄。3. 膝盖后窝长痣。腿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行动力和忍耐力，而膝盖则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心。如果右膝盖长痣的话，异性缘比较差，容易晚婚，婚后生活非常的辛苦。
左膝盖长痣则代表着工作能力强，人际关系好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。若是膝盖的后窝长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做事儿非常的踏实，而且聪明好学，理财能力非常强，年轻时便能挣下丰厚的钱财，子孙运较好，晚年富贵又幸福，一生不为钱发愁。4. 背部正中长痣，在相学中，背后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担当以及承受能力，所以背部的痣大多皆为吉痣。如果一个人的后背正中央位置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为福如东海痣。长有此痣的人不仅富贵，而且还可以长寿。这种人一般心态乐观积极，做事儿认真踏实，忍耐力极强，也有着很强的责任心。从小可以得到家中的庇护，长大后可以得到贵人的相助，事业上定能有所成就，晚年能享儿女福，一生富贵。5. 肚脐后方长痣，肚脐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健康、聪明慧和事业财运。如果一个人的肚脐正对着后腰部位置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腰缠万贯痣。长有此痣的人大多智慧较高，行动力比较强，做事精力非常的旺盛，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，心智方面比较的成熟，而且内心善良，乐于帮助他人，人缘非常的好，一生妻贤子孝，容易获得不错的收入，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，越来越有福。6. 后肩长痣，每个人的肩膀后都有肩胛骨，在肩胛骨上有痣，说明此人的家境不错，从小便没有什么发愁的，长大之后更是能够积攒住自己的财富。后肩有痣的人非常的有担当和有责任心，这样的人为人老实诚恳，再加上有很强的责任心，在工作上认真负责，受到不少人的赏识后，在生活中也能够遇到自己的贵人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贵人都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做起事儿来往往事半功倍，更容易获得成功。在财运方面，后肩有痣的人是非常不错的，不仅在赚钱方面有一套，而且赚来的钱不会轻易的花掉。后肩有痣的人会赚钱，也能守财，这样的人到了晚年能积攒下一笔不小的财富，可以说是越老越有钱。7. 腰部长痣，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人的腰部的位置长有吉痣，更是有腰缠万贯的说法，而且通常的情况下，腰部长有吉痣的人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属于长寿之象，他们在事业上的能力比较强，个个都是妻贤子孝的主，而且在腰部处长有吉痣，此人的财运旺盛，就算是早年的运势再一般，也会有发家致富的机会，只要自己不放弃，就一定能取得成功。8. 脖子中间长痣，在现实的生活中很难看到脖子上长痣的，其实对于这种人来说，运势还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是脖子中间长痣的人，有很强的事业心和成功率，出生的环境也许并不好，但是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想要的成功。年轻的时候有些急躁不稳重，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或者是气魄，在现实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阻碍。脖子中间长痣的人有一个性格特点，就是不轻易放弃，因此到了中年以及以后的运势将飞速上升，名利双收，飞黄腾达。9. 嘴唇上长痣，嘴能够体现人的福禄，嘴唇有血色，嘴唇饱满，嘴型大方，这样的嘴不仅看起来就健康有魅力，而且也能反映出一个人身体和气色。好的唇形和嘴唇表现也体现着一个人口风是不是严谨，工作生活上处理问题是否做得周到细致等等。嘴唇上有痣的人，尤其是上嘴唇有痣的人，痣如果隐藏在唇纹中，若有若无，不影响嘴唇的整体美观，反而能让人一眼就被这样的嘴唇吸引，起到了强化嘴唇的效果。那么这样的痣也属于善痣。拥有这样痣的人一般都会非常会说，表达欲望很强，也善于社交沟通，但是他们该说的会说，不该说的是会点到为止的，绝对不会嘴上没有把门的，一股脑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，能分得清轻重缓急，懂得说话的艺术，知道察言观色，在表达上很有天分。这样的人不仅嘴上能说，思维意识也是超出常人的，智商卓越。因此在年轻的时候，这部分人由于心机重，看问题比较透彻，很容易在情感中表现得太过理性冷漠，可以拒绝一些人的好意，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，
只有等到他们年老之后，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儿之后，领悟出了生活的真谛，看开了身边的一切，变得包容接纳身边的人，才会慢慢打开心扉，迎接属于自己的新生活。因此这部分人越是年老，越是懂得珍惜生活，越是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尊重，生活越是滋润踏实有福气。10. 法令纹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长有极痣，属于领导痣，而拥有此种极痣的人，往往会在事业上拥有不错的社会地位，若是从众，必定会有不错的发展。尤其是此处的法令纹大深阔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口钟一样，属于天生的上等福气相，往往会在中晚年的时候开始发达，日后帮助自己的子女更快的发达，福泽子子辈辈。11. 耳朵长痣。耳朵在面相中代表着采听宫，也是一个人福气的外在体现。耳朵有痣的人往往做事稳妥，眼光长远，头脑清晰，情商和智商都很高。这部分人从物质上来看，年轻的时候有事业心，能够为自己晚年做好充足的物质储备。从精神上来看，这部分人内心世界充盈，即便人到晚年也不会觉得空虚寂寞。从身体素质上来看，这部分人心态良好，注重养生，因此晚年的健康也是有保障的，不会出现一些大病痛的折磨，可以享受美满幸福的晚年，属于有福气的一类人。12. 鼻头有痣。鼻头有痣的人在晚年的生活之中是有更好的福气的。鼻子属于一个人的财帛宫，这个位置有痣的话，说明本主财运深厚，财气充足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金钱。从小物质条件就十分优越，可以说鼻头有痣的人从小到大直到晚年也不用操心费力，只需要享受现有的物质条件，就可以生活得十分滋润，因此他们一生都不用太出力，性格上也逐渐养成了温和、宽厚、善良的特点，待人接物周到细致，人缘非常好。因此晚年小辈儿们也喜欢和鼻头有痣的人在一起，陪伴他们，使得鼻头有痣的人晚年不孤独不辛苦。对于这种人来说，晚年肯定是健康长寿并且福气满满的。人的一生的运势好坏是需要综合分析的，其中包括很多方面，不必只看重志向，只将其作为一个生活的参考就好了。如果因为某颗痣的好坏而打乱了日常的生活，便有点得不偿失。极痣还是胸痣吧。1. 背上4个胸痣不能留。1. 脊柱正中有痣。脊柱正中有痣的话，说明这类人工作能力一般，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理想的生活和财富。职场中，他们往往充当着无关紧要的小角色，没办法给公司带来可观的业绩收入。一旦公司出现运营危机，他们绝对是第一批下岗的员工。而且这类人还特别倒霉，总是会时不时遇到破财事件，比如说走路上丢钱，买东西被商家坑骗了等等。他们一辈子都过得紧紧巴巴，很难赚取丰厚的钱财，更没有办法实现财富自由。到了年老的时候，收入会更少，再加上体质不好，经常生病，所以肯定会陷入没钱花的窘境之中，可能需要找人借钱度日。建议这类人在年轻的时候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，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站稳脚跟。2. 右肩胛骨下端有痣。右肩胛骨下端有痣的话，说明这类人偏财运势平平，哪怕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，依然没办法获得可观的收入。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每次都极为谨慎小心，但还是会出现亏损。如果将全部钱财都放进银行的话，虽然不会亏钱，但收益会少得可怜。而且这类人老实巴交，特别容易相信和依赖身边的人，所以极有可能会被朋友骗钱。在与朋友合伙投资做生意的时候，到最后对方将卷款潜逃。另外，这类人六亲缘分浅薄，不但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庇佑和恩泽，相反还会被各种吸血和扒皮。小的时候，他们需要赚钱给父母，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。进入职场后，家里的兄弟姐妹会经常来家里蹭饭，还会肆无忌惮借钱，这些都会让他们出现一定的钱财损失。3. 尾椎有痣。尾椎有痣的话，说明这类人不但没本事赚大钱，而且还特别喜欢挥霍。
每天不管有事没事，总喜欢疯狂剁手买，到最后肯定会为自己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。他们平时很爱攀比和嫉妒，只要看了别人买了名牌包包和限量版球鞋，那么自己即便手里没钱，也会通过超前消费的方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而且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们丝毫没有勤俭持家的理念，会随意浪费水电，出门不关空调不关灯，这样每个月肯定会耗费特别多的额外支出。所以这类人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穷一生的命运，那么就要树立勤俭节约的理念，还要努力开拓赚钱渠道，不要特别懒惰。除了经营好自己的主业外，肯定也需要适当开拓副业，这样收入才会更多，生活才会变得愈发宽裕。4. 脊柱周围有痣。人的脊柱是一个人的脊梁，在体相上象征一个人的事业运和正财运。若脊柱周围有痣的话，代表事业上容易受到一定干扰，且正财方面也有一定的损耗。长有此痣的人，事业及求财方面会遇到一些波折，但大体趋势还是好的，故此痣又被称为事业波动痣。另外，女性脊柱周围有痣的话，代表其爱情之路有些坎坷，其姻缘大多在外地，可能会远嫁他乡。2. 背上7颗吉祥痣千万别点。1. 肩胛骨上有痣。肩胛骨上有痣被称为田宅多进痣，代表着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。肩胛骨就是双手向肩后轻松就可以触摸到的突出位置，这种痣通常都是成对长出来的。长有这种痣的人，无论男女都可以依靠祖辈，房屋类不动产多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最重要的是一生无忧无虑，逍遥自在。2. 脖子和肩连接处有痣。脖子和肩胛骨连接位置的痣象，这里是钱财与命运的交界处，这里的痣象代表钱财会通过中间人的帮助签到订单与业务。在后背脖子与肩连接处有连续1颗3颗痣，长有这种痣象的人，不论男女，都是自幼聪明好学，文采出众，尤其是有侠肝义胆，不畏艰苦，一生受人敬仰。3. 肚脐后方有痣。肚脐正中后背的痣象与我们的先天智慧有关，这里是生命的关窍，这里的痣象代表生命的动力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度与体验度。有此志向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是健康长寿之人。其人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见多识广，人缘甚佳，而且是越老越有福，妻贤子孝，受人尊敬。4. 后背腰上有痣。古时喜欢用腰缠万贯形容一个人有钱，除了是因为古代人喜欢将钱串起来缠到腰上以外，还因为腰部在相学中也代表着一个人财气和蓄财能力。如果后腰背上长痣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沉稳大气，做事很有尺度和把握，特别沉得住气，遇事不慌乱，很有智慧，还特别善于打理钱财，天生就有很强的经商天赋，非常的善于做生意，特别的会挣钱，聚财能力非常的强。5. 背部边缘有痣。在这个位置有痣的人，其家庭运势不是很顺利，会经常和家人发生争执。中年时期性欲下降，会引发一些家庭矛盾，但是相对来说财运还是很不错的。如果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，那么还是会有所收获的。6. 后背左竖脊长痣。这种人是出了名的好命，大多数自小家庭环境不错，有思想有能力，目标坚定，不会做无用功。如果是男人，继承祖业就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年轻时候胆量十足，敢闯敢拼，事业有成，前程似锦。这类人能文能武，可是从事作家或者政治家的工作。这类人眼光独到，钱财不外露。如果是女人，事业上有很好的发展，是富贵命，但性格强势，喜欢控制别人的思想，做事做人比较自我，不管是婚姻上还是爱情上，容易受挫。太直率坦白，会让对方觉得不够体贴。建议可以用一些催旺婚姻的红绳来摆脱单身，找到一个能容忍你臭脾气的另一半，还可以斩断烂桃花。7. 后背脖子正中间长痣。这种人的一生可以用堪比神仙来形容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
这类人大多心地善良，与人相处友好，前程无忧。如果是男人，必定是健康长寿之人。年轻时候见多识广，朋友众多，事业一般，需要等到时机。只要到了晚年，必定是突飞猛进，运势高涨，福气满满，亿万富翁相。如果是女人，性格单纯，为人大方，做事洒脱，贤妻良母一个，晚年运气很旺，儿孙满堂，妻贤子孝，衣食无忧。人一生的运势好坏是需要综合分析的，其中包括很多方面，不必只看重志向，只将其作为一个生活的参考就好了。如果因为某颗痣的好坏而打乱了日常的生活，那便有点得不偿失了。如果命运有不顺利的方面，就要从自身去找原因，不要向外抱怨。正所谓找他人的好处，打开天堂之路，认自己的过错，关上地狱之门。好了，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后背有痣穷一世，背上的6颗发财痣，让你一生财运亨通。我们赶紧来看一看吧。1. 后背脖子和肩部相接处有痣，这个位置在相学中也称为命运与财运的交接点。这个部位长痣的人，命中贵人较多，在事业和生活中容易得到贵人的扶持和帮助，因此得财比较的容易。而且如果这个部位不止1颗痣，而是有1至3颗圆小的黑痣的话，这种人往往从小头脑就非常的聪慧，学习能力非常强，做事也懂得变通，长大后往往会有大出息，能够成就一番事业。中晚年时运势最好，财富和名望双丰收。2. 后背右肩胛骨下端有痣，右侧肩胛骨稍下位置长痣的话，并非全是好痣，而是有吉有凶，吉痣可旺财，凶痣则会破财。这个就需要根据痣的形状、颜色来判断痣的凶吉。如果这里长有1颗色泽黑亮且形态圆小的吉痣的话，这颗痣就属于旺财痣。这颗痣最忌干瘪和晦暗，长有吉痣的人一般善于经营，很有经商和理财方面的天赋，而且喜欢思考和观察，善于把握机遇，往往能够获利颇丰。这种人一生大多都能够财运亨通。3. 后背脊柱正中有痣，脊柱在体相中代表着支撑之意。如果一个人的背后脊柱正中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也称为贵人痣。长有此痣的人一般大局观比较强，考虑问题也比较的全面，很有领导力，而且贵人运较好，容易得到贵人的赏识和提拔，事业和财运发展自然是势不可当。而且这种人大多出身较好，对于金钱的驾驭能力也比较强，从小能够得到家中的庇护和扶持，长大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，晚年能享子孙福，一生顺遂而通达。4. 正对肚脐后背有痣，肚脐部位在相学中也称为命运的起始之源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和智慧。如果一个人正对肚脐眼的后背脊柱部位长痣的话，代表着健康和长寿。这种人大多比较的睿智，很有智慧，而且内心非常的善良，待人处事方面都是与人为善，因此周围的人都愿意与他们交往，人缘非常的好，凡事都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和想法，因此也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敬。可能年轻时看着会比较容易吃亏，但是晚福厚重，能享富贵。5. 后背腰上有痣，古时喜欢用腰缠万贯形容一个人有钱，除了是因为古代人喜欢将钱串起来缠到腰上以外，还因为腰部在相学中也代表着一个人的财气和蓄财能力。如果后背腰上长痣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沉稳大气，做事很有尺度和把握，特别的沉得住气，遇事不慌乱，很有智慧，还特别的善于打理钱财，天生就有着很强的经商天赋，非常的善于做生意，特别的会挣钱，聚财能力非常的强。6. 后背尾椎有痣，后背的尾椎部位的痣在相学中称为福禄痣，代表着自己的官禄运势和自身的福气厚薄。此处长痣的人大多祖业殷实，年轻时便能得到家中的庇护或者长辈的资助，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比较的顺利。而且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较好，容易长寿，头脑也比较的聪慧，有着很强的观察力，眼光比较的独特，入世容易升官，经商容易发财。
当然，我们除了要一世富贵之外，还要长命百岁，安心享受老了之后的生活。但是长寿这件事情，不仅要看自己有没有经常锻炼身体，还要看自己的命中有没有长命百岁之命。其实这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的。那么哪里长痣是寓意长寿的呢？哪里又是寓意短命的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长寿痣。一、肩膀有痣。肩膀有痣是一种极致，这种志向的人老来发财，固然有一些辛劳，但是顽强拼搏，可以占领重要的位置，成为一种权威。他们在事业上可以成为好的指导人，以身作则，率领他人走上事业巅峰。二、鼻头有痣。鼻子是财帛宫，鼻头假如有痣的话，阐明这个人财气很足，家庭背景也很不错，而且可以有好的运势，所以这种人有很强大的才能，懂得发家致富的道理，可以有富人的风范，到老也不愁没钱花。三、嘴角右边有痣。嘴角右边长有痣的女人，主劳碌费口舌之命。长有这颗痣的女人，这一辈子心眼十分的大，而且管的事情很宽，小到一针一线，大到家里财政大权，终身疲于劳累，常常被女人称为女强者。但是他们的劳劳碌碌常常为他们的后一代来不错的福气，聚财气于家族之中。四、脚趾有痣。脚趾固然相关于整个身体来说是比你小的一局部，很多人对脚趾没有多留意过，其实脚趾的长度对运势有很大的影响，特别是女人，脚趾长的女人财运无比亨通，大多数出生在富贵殷实的家庭，被家人的喜欢，终身福禄双全，大吉大利。在婚前他们兴隆父母，在婚后他们又给老公招财进宝，荣华富贵，而他们到了暮年也是福气连连，好运不时，能够说是富贵无忧的了。五、眉间长痣。两边眉毛之间假如长有痣，并且痣的外形比拟规则，运势是十分好的。由于双眉之间的中央也叫事业宫，掌管事业，这个中央有痣，无论是普通工作还是做生意，事业运财运都十分好，可以步步高升，平步青云，痣的颜色越深越好。六、眉心长痣。女人假如在眉毛中间长痣，必定富贵无忧，这样的志向天生就十分可以招财，而且驱除邪物，保佑本人终身贵气满满。这样的女人终身都没有什么灾难，少年时期就开端表现得与众不同，婚后和丈夫一同运营家庭，更是顺风顺水，成为富太太的几率极高，生活富足无忧。七、耳垂长痣。耳垂在命理上代表了一个人的财运和长命之势，假如耳垂之处长痣，必定可以在财运上得到很多收获，这样的人历来不会由于钱财的问题忧愁，而且就算当下很艰难，这种窘境也会很快消弭，得吉星护佑，这样的女人终身可以顺利安稳，子女成才较早，命中福气深沉，是少见的贵人之命。八、肚子长痣。女人在肚子的中央长痣，特别是小腹的位置，被以为是贵气最多，这样的女人天生聪明，终身靠着本人的努力和斗争，最终过上很好的生活，不论小时分家境如何，长大之后她们必能转运成为人中龙凤，而且终身短命又多财，生长得美丽大方，终身异性缘爆表，事业爱情双双美满，非常有福气。九、后背和后脖连接处。说到典型的长寿痣，位于后背和后脖连接处的痣就会是一颗比较典型的长寿志向。一般会在后背和后脖连接处长有痣的人，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是极强的，这样的人他们从小就会很少生病，体质好，个子高，再加上具有超高的智慧和正义感，身上有着侠义之风，会是很受欢迎的一类人，所以他们通常都是比较长寿的。10. 后背肩胛骨位置。那种在后背肩胛骨位置上有痣的人，他们会是天生好命之人，各方面运势都发展得很不错，不管是事业、财运还是感情，都会比较平稳。当然，健康运势也是很不错的。当你拥有了足够的财力，不再用为了生计而劳走奔波的时候，在日常再多注意一些养生，那么长寿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。11.
后背脊柱周围，要是在后背脊柱周围上长有痣的人，这种人他的健康运势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感情运势不太顺利，因为脊柱就是一个人的脊梁，从体相上象征一个人的正财运，在这个位置上长痣的人，想获得正财的道路会比较曲折，而女士这个位置长痣的话，大多会远嫁，感情道路比较坎坷，但是对身体健康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。2. 短命痣。1. 人中有痣，但这痣是表示短命的痣。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痣被认为是短命的痣？主要是人的面相学，主要是人的生殖机能之一。在这个位置有痣，表明男性和女性对这个人的生殖都不是特别健康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从青春期开始患妇科疾病的可能性很高，而且结婚后生育的问题也会困扰到这样的人。特别是在生育的时候，要注意生育的安全。男性朋友也要注意这个地方有痣，不要因个人疏忽而因小失大。2. 法令纹。法令纹长上有痣的人，有这种脸的特征的人是有损健康的，也就是所谓短命的人。一般来说，50岁之前出现法纹样的人，原本就是很辛苦的人。法令纹上有痣的话，那样的人就有可能因为长期的疲劳而生病或生病早死。所以一般法令纹上有痣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尽早预防不出事故，他们不应该忽视他们的健康。3. 鼻梁。鼻梁处的痣也被称为短命痣，鼻梁代表着人体的心脏部位，如果鼻梁处有痣的话，说明心脏功能不是很好，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心脏疾病。拥有此痣的人平时要多关注情绪，拥有一个良好的情绪，对于身体的健康非常有好处。另外，这种人也要定期的检查心脏功能，如果发现意外情况，就需要及时治疗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主要讲讲女人身体8颗拜夫痣，丈夫一辈子都无能。以前的时候，可能大部分听说过的都是旺夫痣，但是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比较少谈及到的女人拜夫痣。
男人如果娶了这样志向的女人，那铁定在婚姻里是会过得很辛苦的。那么女人身上哪些痣是败夫痣呢？哪些痣又是旺夫痣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女人身体8颗败夫痣。1. 右侧福德宫有痣。福德宫为眉毛的上方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福气和财气。如果女人的福德宫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称为克夫痣。如果这颗痣长在左眉的上方的话，代表着损失。这种女人一般比较的任性自私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省，也不知道理解丈夫的辛苦，还经常喜欢无理取闹，不仅对丈夫的事业毫无帮助，还会让丈夫蒙受钱财上的损失，甚至对健康也不利。若是这颗痣长在右眉之上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婚姻变数比较差，一生至少有2段婚姻。2. 命宫处有痣。命宫既是印堂部位，位于两眉的正中部位，对一个人的整体运势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。如果女人的命宫处长痣的话，也称为双龙抢珠。相书中有着双龙抢珠连毁2夫的说法，这里长痣对丈夫的运势是非常不利的。这类女人大多思想和性格方面比较的开放，整个人看上去也很有魅力，异性缘非常的好，不过脾气却非常的急躁，个性也比较的强势，事业心旺盛，并且容易与另一半发生争执，不懂得退让。长期如此，会对丈夫形成压制，婚姻很难长久，一生注定孤独。3. 子女宫有痣。子女宫位于眼睛下方的下眼睑部位，在相学中也称为泪堂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势、子女运势和家庭关系。如果女人子女宫部位长痣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感情和内心都是比较的细腻，心地非常的善良，富有同情心，但是夫运不佳，容易嫁到穷人家，丈夫也没有什么本事，不得不付出很大的辛劳去努力挣钱贴补家用，同时还要为子女而操心不断，一生劳碌而辛苦。4. 夫妻宫有痣。夫妻宫既是眼睛尾部至发际线之间的太阳穴区域，在相学中也叫奸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婚姻感情运。如果女人年轻时此处长得凹陷不起且长有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缺乏家庭责任感，对感情和婚姻缺乏专一和忠诚，在感情中只知道索取，不知道付出，婚后也不懂得关心和体贴丈夫，容易与丈夫发生矛盾和纠纷，争吵不断。长期如此的话，不仅对丈夫的事业形成阻碍，还会对丈夫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。5. 唇上有痣。嘴型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，而嘴唇代表着一个人感情的薄厚。如果女人的嘴唇上长痣的话，这颗痣既为一颗享受痣，也为一颗桃花痣。长有此痣的女人一般物质欲极重，而且贪图口舌之欲，比较的爱享受，不过性格开朗大方，很受异性的欢迎，身边追求者较多，桃花运非常的旺盛。这种女人交际能力非常的强，但是自我控制力比较差，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，对待感情方面也比较的现实，很难从一而终，婚后也不知道收敛，容易伤透男人心，从而使得他们的事业也受到阻碍。6. 极恶宫有痣。鼻子在相学中分为上下2部分，山根以下的鼻梁上半部分称之为极恶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运势；鼻梁的下半部分称之为财帛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。如果女人的恶极宫位置长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体质较弱，从小容易体弱多病，而且会经常发生各种状况，导致家中耗财不止。即使丈夫很能挣钱，最终也全部被消耗掉，使得钱财外流严重，还经常容易惹是生非，让丈夫烦恼忧愁，阻碍丈夫的运势。7. 脚后跟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后跟的位置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麻烦痣。一般拥有这样恶痣的女人，天生的运势比较差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，都会是事倍功半，很难拥有好的发展机会。而且通常嫁人也会嫁给穷人，婚后的日子多半都会非常的不如意，各种的麻烦事情不断。
就算是嫁给有钱人，也会影响到别人的运势，福气浅薄，难以发达。8. 手臂外侧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在一个人的手臂的外侧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漏财痣。一般拥有这样恶痣的女人，多半自己的财运都会比较差，常常是在花钱方面也大手大脚，完全不会有赚大钱的机会。而且这样的女人手里千万不能有钱，否则必定会把钱财败光光，家财全部都给破坏掉。一般家庭的男人都娶不起这样的女人，婚后日子穷。2. 女人身体8颗旺夫痣。1. 鼻子长痣。鼻子位于面部正中间的位置，代表的是复兴状态。若是在女人的鼻子处的位置长有极痣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时候，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，她们天生富贵，个人的能力发展也会非常的强，婚后娶回家也是会带财进家门。而且这样的女人必定会是理财的好能手，只要是把钱交到她们手里，日后的日子一定不会差，甚至还会在他们的帮助下越过越富有。2. 脚下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女人的脚下位置处长有极痣，则会有命里藏财，脚底生金的说法。往往这样的女人一生都会比较的显贵，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，日子都会过得比较富有，个人的根基比较稳定，一辈子都不用发愁，就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属于典型的旺夫命。丈夫与他们结婚之后，也会适当的得到不错的帮助，好日子不断，天生就是上等的好福气。3. 后脖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后脖的位置处长有极痣，则这样的女人天生显贵，往往属于凤凰命。只要是她们肯努力、肯上进，一生会得到贵人的提携和帮助，钱财兴宅。而且大多数的时候，这样的女人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行业，都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所以她们往往福泽深厚，能够延绵长久，直到老都会受宠，丈夫疼爱，儿女尊重。4. 下巴左边有痣。下巴主财运，下巴上有善痣也是非常吉利的。如果女人的左下巴有痣，代表这类女人的不动产很多，一生富贵享不尽，而且她们会有很好的帮夫运，尤其是下巴丰满的女人，能够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。这类女人晚年子孙孝顺，尽享天伦之乐。5. 左边眉毛有痣。眉毛里的痣也叫做眉里藏珠，是一个很好的志向。左边眉毛有痣的女人，往往吃苦耐劳，德智双全，在家可独当一面。同时，丈夫的事业也会在他们的帮衬下蒸蒸日上。这类女人自身的运气也很好，不仅能够得到丈夫公婆的喜爱，老了之后子女孝顺，一生不缺钱财。6. 锁骨长痣。锁骨周围长痣的女人，对待感情专一，做事认真负责。这个部位是财运的象征，这个部位长痣，预示这样的女人财运也是不错的，婚后也能够给老公带来收益。7. 手掌根长痣。掌根长痣，寿长到100岁。手掌的下半部分主人命理的厚实程度和后福深远程度。对于女人来说，这个部位长有黑痣，也许看起来不是很美观，但却主福禄。长有这种痣的女人，一般六亲缘很深厚，一辈子有人疼。左手掌则旺老公有出息，右手掌则长寿安康过一生，能够兴旺整个家族的运势。娶了他们呀，相当于把金库搬回了家。8. 背部长痣。背部长痣在面相学中主背后有钱眼，惜财纳贵。特别是背后长痣的女人，福禄深远，有才有貌，天生性格温婉，贤惠无比，聚财本领一流，生来宛若聚宝盆，嫁入哪门旺哪门。自身的好性格、好心态和好运气都会影响自己和身边的人，一生背后总有贵人相助，活到老也能让自己的家庭享福到老。如果你不幸有败夫痣的话，那么一定要去点掉，不然对你的老公影响很不好，生活处处不如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
小酱只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